当朋友给我分享了一个小视频，内容是一个农村小伙前去娶妻，他的婚车队伍庞大，婚礼彩礼摆得排场十足。这种场景已经变得司空见惯，现如今婚礼彩礼的要求愈发昂贵，超越了合理的范畴，以至于女方家庭对此产生了不满。然而，这个视频的结尾出现了一幕令人感动的画面，新郎的眼角竟然泪水连连。后来，我联系了朋友，并通过他认识了视频中的这位农村小伙画画。我好奇地问画画，你在结婚那天为何哭泣呢？一开始他一时语塞，但随后眼中闪烁着泪花。他坦言，为了筹备婚礼，我背负了巨额债务，对未来的生活感到忧虑不安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有多少人像画画一样，为了追求婚礼的面子而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？女方家庭想要树立家族的声望，要求婚礼彩礼越来越高，以示女儿身价不菲，能够嫁入富足家庭，带来幸福。而男方也执着于维持面子，认为婚礼要隆重庄严，毕竟是人生中的盛事。为了维护这种表面的光鲜，年轻夫妇需要花费多少年光阴才能摆脱债务的重压？越是无谓的人，越在乎虚荣。很多人口头上说着，如今面子算不了什么，还是多努力赚钱吧。这个道理大家都懂，但真正能够做到的又有多少呢？他们开豪车外出，希望进入社交圈，工作需求光鲜亮丽，穿着名牌，寻求高档餐饮，选择热门旅游地，所赚来的辛苦钱却在不知不觉中消失殆尽，仅仅为了取悦别人，以换取赞誉。著名作家鲁迅曾言，虚荣是中国人的主旨，只要捉住这一点，就像过去抓住辫子一样，会对整个人生产生深刻影响。农村中有一句俗语，为了虚荣，舍了实质。追求虚荣会让人忧虑不安，既因缺乏金钱而陷入贫困，又因心头愧疚而感到沮丧。这就像我的一位朋友，做着月薪仅有几百元的保安工作，却在打牌时一发不可收拾，轻视几块钱的小赌局，只图一时爽快。他从未顾及家庭经济，常年积负赌债。他甚至被人誉为大方的人。这种行为结果如何呢？常常受到妻子的斥责，全家寄居在父母留下的破旧房屋中，酷暑蚊虫肆虐，寒冬寒风刺骨，下雨时还需到处盛水。我们不禁感到不解，虚荣心究竟何以如此重要，重要到超越了现实生活。越是无谓的人，越在乎虚荣。再看那些不怎么在意虚荣的人，他们是如何生活的呢？香港首富李嘉诚佩戴的手表价值仅数千元人民币，他从不以此炫耀，着装朴素。社交网络巨头马克·扎克伯格拥有巨额财富，却驾驶着平价汽车，穿着朴素的牛仔裤和舒适的 T 恤。影星张曼玉常常光顾街头摊贩，而演员刘青云则在普通市场买菜。这些例子不胜枚举。相反，那些空洞的人无止境地寻求虚荣，他们可能因购买奢侈品借钱，痴迷于时尚潮流。有的人甚至在外工作1年，却要向家人借路费，只有到了春节才能回家，贫困到连路费都难以负担，但依然愿意在他人面前卖弄。一个人真正的虚荣来自于实际贡献，而不是虚无的炫耀。贫富无关紧要，重要的是拥有富足的内心，而不是虚荣。一个人应该脚踏实地生活。越是无谓的人，越在乎虚荣。那么，如何摆脱虚荣，成为有出息的人呢？以下是一些建议。首先，迅速脱离那些过分追求虚荣的社交圈子，与充满正能量的人建立联系，从他们身上学习为人处世之道。其次，积极工作，忘却虚荣，多赚钱，确保生活富足，
接下来，维护良好的品德，保持善良之心，为社会做出贡献，从而赢得社会尊重。最后，树立正确的心态，不必与他人攀比，要学会知足。美国作家梭罗曾在瓦尔登湖旁的小屋独自居住2年多，最终领悟到，只要一个人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，不再追求名利，不再为财富忧虑，他就能更加从容、充实地享受人生。真正有出息的人通常朴素简单，注重真实的感受，不沉湎于虚荣。他们以自己的成就赢得别人的认可，这才是真正的虚荣。通过炫耀获得的虚荣是低级的，毫无必要。虚荣是别人赋予的，也是自己赚取的。即便开豪车、住豪宅，如果内心贫瘠，仍是一贫如洗。因此，真正的虚荣源于自己的内在丰盈。别人对你的尊敬，才是真正的虚荣。你用炫耀所换来的虚荣，其实毫无意义，不值得珍视。虚荣是一份心态，是一种修为。真正的虚荣是自己赋予的，是对自己生活的尊重。